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议论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议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国内发生了问题有事件，其实在国际上面呢，尤其台海也是有一些紧张的关系。那尤其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讲到了，中国突然发射了潜射洲际飞弹，好，就在昨天的中午12:01。好，那当然第一时间很多的国家都有发声来谴责，我们总统府也是呼吁要克制，说立即停止不负责的单边行为。好，我们先看到这张图这是央视公布的潜射战略导弹的升空画面。好，就这一张。好，那总统府这边在晚间就召开记者会，包含是郭雅慧出来有特别的发声明啦。他说北京近来相继的在岛链间升高军事压力，施行残害国际人权的跨国镇压专法，现在更试图以这个试售洲际飞弹，意图要威吓国际社会。府方对这一系列的单边行为表达严正谴责，也呼吁中国克制，并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常轨道上面，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单边行为。好，那我们也看到像这一次中国向太平洋试射潜射的这个洲际飞弹，有人认为其实根本不是针对你赖清德来的啦，因为他认为轨迹跟时机都比较像是针对日非周边海域的一个军事回应。那他就讲说总统府这个粉专他特别讲说，总统府急着跳出来严正谴责这份对号入座的积极仿佛是别人吵架，但是自己先喊着被打。好，那目前呢，这个发射潜射洲际飞弹这件事情时间点蛮巧妙的因为昨天是7月6号，今天是7月7号。今天是什么日子？77事变的89周年。好，所以昨天这个发射潜射洲际飞弹，就是在77事变的前夕。好，那中共突然发射这样的导弹，官媒也证实落入了太平洋的公海。好，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在6号的中午12:01，然后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洲际弹道飞弹，而且准确的落入预定的海域。新华社官媒就证实了这项消息，那也强调了这一次的试射就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那他们强调这是符合国际法跟国际惯例，而且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还有目标。好，那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洲际飞弹是怎么射的其实呢，这次大概从渤海这边一路到这样子的落点那目前推测有可能是巨浪3，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但是其实在2024年9月25号呢，也曾经发射过陆基飞弹中国大陆这边它从南海这边一路发射到这个法属波里尼西亚的这个附近是一个落点。好，那去年阅兵其实首次公开了一个新型的 SLBM 也就是被认为即使从中国大陆近海发射，也几乎可以涵盖整个美国的本土，也就是它射程非常的广。好，那由难以侦测的核动力潜舰来发射核反击，这是中方常年致力建立的第2级能力。所以很多人说这一次蛮值得注意就是因为近40年来中方从来没有公开宣布核潜舰成功发射了 SLBM， 好，那就是我所谓的这个巨浪3。好，因此呢，6号这次的公开试射被视为中国大陆朝着建立完整核威慑的能力迈进了更重要的一步。那现在专家认为说是不是完善的3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正在形成？那外界分析这次试射有可能就是中国大陆新一代的潜射洲际飞弹巨浪3。那巨浪导弹掠过了日本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它就是渤海一路到日本到这个落点。他们认为其实呢，它是意在要给美国人看就是要让你可以看见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威慑。那共军呢核潜舰试射洲际飞弹美国也有这个驳斥说这是引发世界的担忧，那促要建立一个预警的机制。那除了第一岛链这台海的局势是比较纷扰之外，现在在菲律宾也有一些国内的政治，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菲律宾首次弹劾现任的副总统，今天开审。好，这位呢就是杜特地的女儿，萨拉杜特地，她的弹劾案的审判在6日登场。好，那这是由菲律宾全国选举产生的24位参议员来担任这次的庭审法官，那要2/3的多数票才能将他定罪。那现在大家就说啦，审理期间是92天。那场外其实蛮多人是有一些聚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6000警是在场外维持秩序。好，画面来看这是为了防范冲突，所以菲律宾的警方在参议院的周边部署超过6000名的警力，包含的就是防暴警察。那场外的支持者跟反对者都有动员，那相互的互叫嚣。那大约有400名的反对杜特地的示威者聚集在场外，高喊立即判萨拉有罪的口号。所以这件事情在菲律宾的国内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讨论。好，那又一杜特地大将被拿下马尼拉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那也就是因为现任的副总统萨拉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那这场的审判就被视为说马可仕跟杜特地2大政治家族的全面决裂。之后的一个终极对决。所以双方的权力斗争已经正式的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当然有一些讨论说，如果这个萨拉这一次的审判是没代志的话，他说不定就会挑战马可仕下一次的总统位置那当然这就会变成是更复杂的这个2大家族的恩怨。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因为中国大陆在昨天12点01分突然发射了潜射洲际飞弹，好，引发周边国家的疑虑。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有更明确的军事、还有战略以及政治讯号。好，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SLBM 它是潜射型的弹道飞弹。你知道潜射的飞弹跟陆射来讲，它的技术成分更高。你在海底下让潜艇发射，你首先是在潜艇的距离海面有多远你这个力量要刚好算得刚好。然后出了水面之后要开始点火，然后打到外太空，从外太空再重返大气层，然后这个飞行大概7、8千公里，甚至于13000公里都有。所以这个 SLBM 代表的是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一种潜射型的弹道飞弹。我认为解放军这个事实上他去年射了这枚这个东风31AG，然后但是他2024年射的，不是去年，是前年射的。但是在前2个礼拜，上个月他开始做这方面的官宣这时候突然又密集的这种试射了一枚这次来讲潜射型的，可能是巨浪2啦。按照吴钊燮的说法我相信吴钊燮我们的台湾情报单位应该是可以收集到比较正确的资讯，是巨浪2型的那为什么这么密集？上个月在做前年的这种东风31AG 的官宣，那现在来讲隔不到这个1个月，马上直接又打了一枚潜射型的导弹。我觉得当然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他表示说是他的火箭军这个战力依旧存在，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习近平整肃了这个军委会里面包括李尚福、魏凤和，你知道这2个军头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火箭军出身的。那时候大家都怀疑说是不是火箭军贪腐情形很严重，所以我觉得对他自己国内来讲，这是代表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我虽然说是整肃这2个火箭军出身的司令，可是事实上我火箭军的战力还在你美国或周边国家不要认为说是我战略核主型的这种能力有任何的降低，我觉得是没有。我觉得他要表达的第一个对美国表达是这个意义，当然对国内来讲的话，他表达意义就是说，虽然说我整肃这个中央军委会里面7个军委整肃掉5个，可是我这个威慑这个战力还是在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次为什么是从2024年的那枚东风31是在海南岛发射，然后这次是在这个渤海发射的，那一海一陆这个一个是在海里面发射，一个在陆地发射，一个是在一个在北边，渤海在北边，海南岛那次发射在南边。当然，它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都是飞越了赤道。这2枚的导弹，大家看一下，都飞越赤道，那代表的含义什么呢？如果说这2枚它是直接往北边飞，我们知道地球来讲的话，弹道飞弹如果往北飞的话，北边的航线是最近的，也就是说，它证明说我从这边我打到
地球最宽的那个位置，我都可以飞这么远。那我如果要打你美国来讲的话，一定是你美国在我射程之内。那上次打东风31，我们都原来以为是东风41，后来是东风31。这次原来是说，我们推测是不是巨浪3哈，但是这是巨浪2。巨浪3是更先进的这种潜射型的导弹，那东风41又比东风31更先进，所以它这两次射击的都不是它最先进的这种战略导弹。那代表说，它不管从海里面发射或陆上发射，都有能力这个实施第2级。什么叫第2级的嚇阻能力？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美国对我的对中国本土实施这个核子武器攻击的话，那我第1级可能会承受到被你的伤害战，但是我承受完之后，我第2级一定可以反击到你。我觉得要表达是这个意义，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不必太过于紧张因为这么远的距离，主要针对威慑是针对美国啦。那我们台湾自己不需要在那边对号入座总统府也不必在那边这个吓唬自己老百姓。好，有明教授怎么看？巨浪2还是巨浪3哦？其实我觉得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偏向巨浪3，但因为吴钊燮他作为国安会秘书长，他的公布是说是巨浪2，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巨浪2其实在2011年已经连续5次做测试，最后一次是2015年，就距离现在已经10年以上。那巨浪3其实是2019年发展出来，但没有真正做过测试。那两个差别差了4000公里的射程，巨浪2是8000公里，巨浪3是12000公里到14000公里。但这个意思在哪里呢？意思就是，如果是8000公里，其实你在潜舰的发射，如果你要对美国本土有威慑能力的话，你就要潜舰驶离第1岛链，甚至到太平洋的中间。那这个当然会经过许多的这些美军的拦截或者是这个对抗。可是如果是巨浪3，它是12000公里，它走北极航线12500公里就打到迈阿密，所以它就具有在渤海，在自己家里面院子里面就可以有针对美国本土的全范围的第2级的核威慑能力。第2级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第2级讲的就是说，在核子对抗当中第1级就是大家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核弹头。冷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都做了几万颗，但是就担心谁第一次按的按钮把对方整个99%的设施打掉，我就平安了。所以后来呢，就发展第2级。这个第2级，陆基、海基、空基讲的3位一体，现在只有3个国家，那就是中美俄这3个国家有3位一体。英法略微有就是潜射这个飞弹的能力，可是它没有3位一体的这种能力。那潜射飞弹也就是第2级，因为它在水底下，它不知道，你也许1个月不联络，那浮在水面上来，哇，我们国家被打烂了。然后呢，它再发射它的就是潜射飞弹，可以把发射的攻击的国家也打掉90%。所以这叫什么？相互保证毁灭，叫 MAD 的第2级能力。其实核武重点不是在发射，核武的重点是在使对方不敢发射，也就是使对方不敢打。那因此呢，我们在讲这个第2级，现在中国大陆如果是巨浪3，我觉得战略意义比较高，因为经过了从2015年的巨浪2到现在已经有10年以上，如果它再次只是测试同样是8000公里的巨浪2的话，它的战略意涵并没有像巨浪3的12000公里。换言之，你就在渤海可以这个针对美国的整个本土而且以现在这个技术，我觉得巨浪3应该是到时间点做测试。我不知道为什么吴钊燮刻意讲巨浪2，我不知道他的资讯哪里来。因为从渤海到那个南太平洋的这个距离没有错，大概8-9千公里可是呢，事实上它不需要达到12000，达到12000可能就太过于接近夏威夷等等之类，因为那个时候呢，你就可能必须要从南海的地方去做发射，所以这些因素使得就是中美之间在核平衡上面其实已经出现一个变化。美国面对到美国一定假设它是具有12000公里的巨浪3，那它面临到这样一个发展的时候呢，它
在就是跟冷战的时候一样，就不只是说为了怕担心核子大战，它甚至不会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战争。换言之，以核护常，就是以核武来去确保保护常规军力它的有效性。因此呢，这个会改变中美之间的军事核武平衡，也会改变西太平洋的军力格局，甚至会改变我们在第一岛链包含台海的军力，以及美国出军的这种军事跟政治上的决策。是，好，苑教授怎么看？我聊一聊菲律宾哈。我们亚洲国家当中啊，最像美国制度的就是菲律宾嘛，殖民地关系。那菲律宾像美国的就是三权分立嘛，行政、立法、司法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菲律宾的情况。这个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一个政治啊，光有制度是不行的啊。那菲律宾下来，他们的这个行政啊，就是这个小马可仕他这个总统的权力啊，他是一任5年啊，那个没有连任的机会啊。那这个话呢，就是当他在干的时候呢，就会出现3个弊端啊。这个弊端，原来是叫他一任5年，就是跟韩国一样嘛，对啊，然后就是还要好好放手干，对不对？对对。那第一个怎么捞呢？啊，然后第二个捞完怎么样没事呢？啊，然后第3个的话呢，要消除自己的捞完以后呢，下台以后呢的危险的可能性。啊，就会出现这种结果。你现在看到这个沙拉跟那个马克思就出现，这是行政上的问题。这个是我大家都知道，因为行政权的修改没有一个国家一开始弄总统的话呢，就是不准连任的。那后来发现连任以后呢，就太麻烦了啊！连任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权力使人腐化，然后呢，这长久的权力使人长久腐化啊，出现这种结果。然后呢，这个立法呢。啊，在菲律宾这是更奇妙的啊！这个立法权呢，大家都知道，立法权重要就是很简单嘛，就我们这边也是嘛，立法委员嘛，把票选出来，选的这个代表为民喉舌，对不对？选选举呢，理想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一次呢，这个要审判这个杜特底的时候呢，这个菲律宾的制度啊，他的那个参议员只有24名啊，人不太多啊。说句良心话啊，就买都买通了。然后呢，他担任这个检察官啊，他担任参议员担任法院啊，然后众议员的话呢，啊，就担任这个检察官啊。大家要了解啊，那因为你那个本身来讲，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行政、立法、司法，对不对？那你司法是就是有法官，有这个检察官，那律师到哪去了？啊，律师就民间培养，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那沙拉当然面对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下啊，对不对？人家都是国会议员当这个负责司法啊，立法跟司法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个行政大权又在马克思手里，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只会导致菲律宾进一步的严重化啊，就杜特迪家族跟马克思家族啊，他们之间会互相斗来斗去。事实上，菲律宾的政治就是各大家族之间彼此斗来斗去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理由永远是贪污了，户指贪污了啊。其实真的有贪污，但是到底是要经过他们自己的司法的调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刚刚我们看到中国啊武力的展现之外，其实俄罗斯跟中国现在也联手在海空亮剑呢。我们首先看到是俄罗斯，似乎它左打北约啊，右击太平洋区域哦。我们先看到就是对于欧洲啊，因为俄国军机逼近了英国航舰，投放声纳浮标。好，英国的 F-35战机急升空来进行拦截。好，这是英国国防部指控哦，俄罗斯军机的飞行不专业也不安全，低空的接近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的打击群，那也在航舰的部分来投放大量的声纳浮标。海军对此派出了2架 F-35战机拦截俄罗斯军机，直到他们离开这个区域为止。好，那除此之外还包含了黄海嘛，那也是看到的就是俄舰抵青岛。好，那它跟中国啊这个一起进行军演，好，那航母杀手瓦良格号也在内，好，这是他们在6号开始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的联合演习。那参加中俄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当中，包含的这是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好，那这个呢是有航母杀手之称，那标志性的装备是舰首左右2舷的8座双联装远程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好，那中俄的黄海联合军演登场，现在俄方也强调不针对第三方，是要维护区域安全。好，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声明，他们说目的是在提升区域安全跟稳定，所以要外界不要过度的解读。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他跟中国大陆现在也频频联手嘛。那最新说啊，中国的航舰是不是又领先了美军呢？因为福建号全球首装反鱼雷的系统，好，重型鱼雷也能半路的击落。这是中国最新服役的003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已经配备可以投入实战的6连装324公里的反鱼雷的系统。好，如果证实具备作战能力，就会成为全球首艘部署专属硬杀伤的反鱼雷防御系统的现役航空母舰。那这套系统被分析说啊，可以直接的拦截潜舰发射的重型鱼雷，那甚至也取代了传统深水炸弹跟诱饵等被动防御方式，把航舰的最后一道水下防线提升为主动的终端拦截，所以被视为有一些不同的意义。那目前美中的海上交锋是不是带上了日本呢？好，这张图就很明显可以看到有 VS 这看起来有一些壁垒分明的状况。好，那今天是7.7事变的纪念日嘛，中国大陆的海警赴赤尾屿来驱离日本的渔船。中国的海警局发言人特别讲到说啊，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的进入到中国的赤尾屿领海，那说中国的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而且给予警告驱离。那也传出说，现在美国政府曾经在1990年代制定因应朝鲜半岛或中国发生紧急事态的相关计划，那要把使用位于冲绳那霸机场来纳入一个计划之一，但是这引发了冲绳县知事这个玉成丹尼的不满。他说相关消息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但是他们反对把那霸机场拿去用于军事的行动。那现在美军在冲绳有部署铁穹衍生的防空系统，那当然就是有要防堵中国的巡弋飞弹跟无人机。好，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陆战队已经正式的在日本部署了以色列的铁穹技术为基础的中程拦程能力的防空飞弹防空系统。好，那提升前沿部队拦截巡弋飞弹跟无人机的能力，那主要就是要强化第一岛链的防空，那因应西太平洋日益复杂的安全情势。那我们要再看到日本就会想到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最近在日本国内啊有一些反对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他去哪呢？他出席了第37届的日本珠宝最佳佩戴者奖的颁奖仪式你可以看画面上他受奖因为他获得的是本届的特别奖，首次有日本首相在这一类的奖项当中评选获奖，不少的日本网民指责高市早苗放弃了作为日本首相的本职工作觉得不太适合领这个奖啦。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网友的讨论是说你以为你的工作是偶像明星吗？而且你还怠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有人说如果只想出席这种活动的话，那就赶紧辞职。那甚至有人提到他之前说你都没有时间睡觉，怎么还参加这种活动呢？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现在呢，俄罗斯是不是双线出击？好，那当然它意有所指包含是欧洲的，还有黄海的部分，都有一些他们最近的活动讯息。好，那因为有一些战争的部分跟武力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你看俄罗斯的国旗它就是双头鹰，它一边看着欧洲，一边就看着亚洲所以它是双头鹰，面向两边。那我们这张图做得很好，就把俄罗斯的这种在整个地略上面它的态势做得很明显。它一方面要应付欧洲的北约，一方面又要应付太平洋这边。那这一次来讲的话它会去对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号那艘是它的航空母舰，那会投这个声纳探测器，就代表这航空母舰出来旁边一定有一些潜舰跟着。它为了掌握到这些潜舰，就像我们上一节聊到的有时候潜舰它可以发射战略型的这种洲际导弹，所以它为了抓这个，它去做这个动作那但是我们重点是讲俄罗斯面对亚洲这边，这次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在做联合的海上巡航。其实上个礼拜它刚做完空中联合巡航。
空中联合巡航来讲的话，它整个飞行路线，俄罗斯出动的有图95轰炸机啊，解放军出动的是轰6哦。那双方护航的战斗机，一个是用这个歼16，俄罗斯用的是苏30，另外还搭配了空中预警机跟加油机。那对日本从这个等于形成一个包围的态势哈。从日本的西边是日本海，东边来讲的话太平洋的西部海域，南边来讲的话东海形成一个包围。就没想到空中巡航刚搞完，现在他来一个联合海上巡航。可是我特别要讲哈，这个俄罗斯这次的这个联合海上巡航，他派出来这一艘瓦良格号，事实上也凸显出来俄罗斯海军的一个没落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瓦良格号跟它同行的军舰叫莫斯科号，那这艘莫斯科号在这个黑海舰队的旗舰在第一时间就被这个乌克兰干掉，乌俄战争的时候，乌俄战争的时候，在黑海那边就被打掉了。这艘它叫巡洋舰，是很大没错，可是你看它为什么叫称航母杀手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它旁边这2舷带了8连座的这种远程导弹发射器，是叫火山岩导弹哈。这种导弹确实是超高音速，速度很快，可是它的发射系统跟中国比起来的话，还是要落后一截。中国是垂发的，你看它是这个放在旁边，这个有一个角度，所以它如果要发射，它必须要把船对准敌人的方向才可以发射出去。那中国的垂发系统的话，是360度，我打上去后360度，这都可以对敌人的舰艇来实施攻击。所以从这2个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瓦良格号这次是这个整个展现出来战力确实是跟中国来讲的话，有隔代的那种感触哈。以前俄罗斯它当然是军力一定要比中国大陆要强，但从这次联合军演，我们看到它派出最强的这艘这个航母杀手的舰艇。可是从这舰艇里面，不管是它的武器的配备、导弹的发射的装置跟中国的055垂发比较起来的话，就要有隔代的感触。是，好，永明教授怎么看呢？现在的国际政治，其实你说是美国单极的霸权、世纪霸权吗？还是说进入到中美的G2体制，甚至有另一个说法叫G0，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愿意做霸权、担负国际秩序。这样子的结构之下，其实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安全而紧张，都会增加军备，都会寻求联盟，或者是寻求跟这个比较相友好的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各位，现在这个时间点，美国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还在继续进行啊！31个国家，45艘舰艇，25000人。看在中国、看在俄罗斯的眼中，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是不是对他们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呢？也是。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氛围情况之下，中俄的联合军演，其实它有陆上，它有海上。它也有空中战略的巡航，上个月才结束，从日本海穿越对马海峡进入到东海，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到西太平洋的深处，再原路遣返图95 N9K， 这个都是N6K轰6K， 也就是所谓的战略轰炸机，这就是空中的巡航。他们是从2019开始，2022变成1年2次。而海上巡航呢，从2015开始，15年了，也差不多每年有一次。然后呢，从2022开始，每年都会有一次在西太平洋。曾经还绕了日本一圈，可是它所这个船只加起来没有到10艘哦。我说那些补给舰除外，哦，加起来不到10艘，跟美国和日本才刚结束的双边的演习，或者是美日菲3边的演习，其实都远超过中俄的海上联合演习。但是呢，中俄之间它不是联盟，可是它接近实质联盟。毕竟它现在的演习已经不是单纯的在做海上的救难，它其实做了很多其他的操练。而这个操练呢，每年一次，在这个区域表示双方有高度的互信，而且建构机制，然后相互的对对方的武器的熟悉。所以呢，这也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建构了一起实质联盟的这种关系。同时，他现在从过去的近海的巡航，现在往远洋做突破，也就会进入到西太平洋，进入到甚至阿拉斯加的这个海域。然后呢，他
开始由过去纯粹做海上救难，现在进行到实战化的演练。所以各位，你要看得清楚，它其实在今天整个变动的国际的格局当中啊，其实各国都在做类似的这样子的演练。你增加这么多军费，那你不去做演练，你怎么知道战争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而且你怎么去相互的展现你本身的嚇阻能力呢？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就是说不需要太过于严重的看待，但是呢，也要知道这整个世界正在快速的改变。好，这改变有点这个措手不及哦。那当然就是每天要这个看我们的节目，真的才知道目前的这个国际的动向。苑教授怎么看？看我们的节目不是每天看的，要综合起来看的。哎，要综合起来看的话呢，大家就会了解啊，目前世界在改变呢，是朝坏的方向改变啊，要发生战争的方向改变。我这边首先先强调，老师你很悲观呢哦。不，废话，对不起，我们当然要讲的悲观一点了，对不对？因为实质上情况，我讲理由嘛，我讲悲观理由给你听嘛。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中日的关系的话呢，非常恶劣。而且这个不用讲啊，如果你每天看新闻大白话，你就知道恶劣的情况下的话呢，到目前为止的话，那么今天7月7号的话，刚好就连日本都对于那个他们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大使馆的门口都叫大家特别小心注意，日本人都要特别注意啊，因为7.7的话呢，中国跟日本之间有点血海深仇没算嘛，所以说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刚刚大家已经提到了，就连试射这个飞弹啊，2年射2弹，这个时候就导弹刚刚特别强调是2度攻击啊潜水艇。第二点的话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2个礼拜前的话呢，中俄之间第11次的空中联合演习啊，这刚刚大家提到了，现在海上又来了啊，为什么要提到中俄之间联合演习呢？这个俄罗斯好像扮演主角，他没有扮演主角，也不是武器先进不先进，只是日本人习惯怕俄国人。俄国人不怕擦枪走火。说句良心话，这个我这次可以感觉到，这个试射这个洲际飞弹啊什么等等的话呢，确实是有意要。如果能够擦枪走火的话，刚好你不是环太平洋演习吗？那就试试看，那个位置整个从它上面飞过去啊，他们在演习视同作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美国在这边的话呢，想要跟中国的话，如果他们1对1单挑的话呢，我觉得美国拉了这个31个盟邦搞这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那大陆这边很简单，只要拉俄罗斯进来，俄罗斯本身来讲的话呢，它这个装备啊各方面跟大陆配合的比较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如果你把这3个就是中日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美国带头的环太平洋演习再加上中俄的这个空中、海上甚至还有陆上一起演习的话呢，那3个事情结果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话呢，是朝这种越来越容易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旋转执行。所以说那个琉球琉球的那个什么玉成丹尼玉成丹尼的话呢，他会感觉到说，我们大壩绝对不要变成军事上的卷入他讲这句话，谁最高兴？大陆最高兴。他讲这句话，谁最生气？日本最生气啊！日本说你琉球当我们日本人当了100多年，虽然我们歧视你，但是我们基本上把你当公民对不对？你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讲这话，你讲这话给谁听的？那说我们大壩不要卷入战争。琉球说我们以前的经验都当你的日本的这个卷入战争不好老百姓也死，军人死更多。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这个情势上，我觉得一切都是故意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知道川普之前到了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那当时就有预告说习近平接下来也会到这个美国来跟川普见面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们本来都只知道9月但是现在川普是证实了说，大概就是9月24号的前后，习近平会到美国这边来跟他会面。好，那川普在7月6号出席的活动就谈到了白宫新建大型宴会厅计划时就顺势透露了9月24号的这个日期。那他甚至还讲说新建这座新设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迎接中国国家主席的到来。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呢？ For instanc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24th, I believe. And what we need is a big ballroom where we could hol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ee him. Everyone wants to see him.
好，他说因为这个大型宴会厅可以容纳数千人说每个人都想见他啦好，那美国独立250周年现在中国大陆做了一件事情，让大家觉得相当的罕见，也算是打破外交惯例。就是罕见的公开习近平贺电川普。好，那这就是毛宁所说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川普来致电表达祝贺。那南华早报的分析是说北京通常不会公开国家主席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所发出的贺电。但是习近平在今年的贺电正值两国近期展开一连串外交的努力，所以要试图稳定双边关系的时刻。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转换？那川普现在又在放话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9月24号习近平访美的这件事情其实他在里头又在讲到伊朗了因为他又在警告伊朗说如果美国没有跟伊朗达成核协议，就会完成任务。这个完成任务不是结束战争是要再次的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呢，大家就说天哪，他又在警告伊朗了那当然，伊朗不是吃素的嘛你每次呛我，我也要呛回去啊。这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他就说川普的威胁是妄想，说伊朗人并不熟悉威胁的语言所以要用尊重的方式来跟我们伊朗人说话，否则我们也会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进行回应。好，那目前在德黑兰伊朗这边则是有国葬主要就是因为哈米尼他们的前领导人也在伊朗战争的第一天就被灭杀了。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大量送葬的人潮在德黑兰的街头涌入，许多的民众强烈表态拒绝跟导致哈米尼遇害的势力来进行妥协那也说我们不要协议，我们要美国总统川普的人头好，那说这在德黑兰殉难哈米尼的葬礼上面也有人群是向川普照片特别放了一个川普照片来丢砸10块高喊说美国是大撒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伊朗人对于美国的这个反动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生气气愤的。好，那也有看到人群当中有人是呼喊着美国总统川普跟总统纳坦雅胡的死刑，然后甚至还把疑似川普的假人公开吊死但我们要讲这个是不太礼貌的行为啦，但可以看到德黑兰的民众是相当的愤怒。好，那伊朗的新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在这场国葬上面其实并没有现身，所以外界也很多的揣测他到底还在不在世呢？好，那也看到的就是最近 FIFA 世足赛很夯，很多这个亚洲的民众都是半夜在看球赛嘛。那川普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惹恼很多人因为他在7月7号公开证实他自己有打电话因为他不认为巴洛贡那一次是犯规，因为他拿到一张红牌那他强调只是向足总要求看一下重播而已，所以他有特别讲说他只是要求要复审，因为他不认为是犯规。那他说你知道我很上传这种事情，然后他认为这是2位优秀的运动员互相撞上纠缠在一起。好，那美国翻开了川普的魔法牌嘛因为进球机器竞赛或撤销，现在网络传这个 AI 的迷因图啦。我们来看到这个迷因图是什么川普拿下了这个红牌结果呢下一秒说什么把它撕掉了那这个是 AI 做的那当然反映了就是川普打电话去的这件事情。好，那足球是不是也美国优先呢？因为川普介入红牌争议惹火了欧洲。我们看到这是比利时的总理他的发言人请媒体参考一篇具来自总理爱猫的 Instagram 的贴文。好，那这贴文上面是以荷兰文写上红牌我照样上场。那英格兰的传奇球星鲁尼呢，则认为说这绝对是一场耻辱。那比利时队4-1击败美国队之后，他的官方社媒是直接发文来嘲讽美国队，说这叫 football 不叫 soccer。老师很有感觉，是不是？对，非常有感觉。好，那我们看一下刚开始的9月24号已经让川普证实，前后应该习近平就会访美了。好，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我跟你讲，川普这个电话好非常糟糕。你说 FIFA 的那个电话，他在打电话之前还不知道什么叫红牌嘞。
啊，他自己讲的、啊。原本不知道红牌是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看足球，不看 soccer 嘛。他看篮球。然后呢，他打了这个电话，他说那个我只是打了电话，请他们自己重新 review 一下，重新检视一下。对不起，各位，你知道足球是这样子，红牌给了你就给了你了，你不可以抗议的。而且下一场就禁赛了。7月1号的这个赛，结果到7月5号，国际足总说，对于巴洛根的处罚没有取消，一样红牌，但处罚延后1年。这什么跟什么？你如果真的承认你错了，你就取消掉他的红牌，而且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就是政治介入体育，而且介入他原来不懂的。现在美国的一些报道出来了，川普打了3次电话，而且还律师团。我不知道律师团在干什么，怎么样影响国际足总？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对美国的整个这些足球球员，对巴洛根是士气大振吗？还是刚好相反？对于美国这些球迷们，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什么叫公平？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个是政治介入体育最不可思议、最坏的一个示范。而国际足球足总居然屈服了。还好美国输了。美国赢的话，巴洛根要是进球的话，那比利时、欧洲不是翻了，没完没了了。但是我有点担心比利时可能会被美国制裁了。川普会给比利时一个红牌。我必须要讲7月1号的时候，王毅打电话给 Rubio， 他们就特别提到，这个是不是针对9月份习近平要去访问美国做准备、做联系？不知道。但是这个电话里面，特别大陆这边出来了，王毅提到了台湾议题，要美国谨慎再谨慎。结果7月4号、5号连续2篇在《环球时报》的文章都在批 AIT 的台北处长古立言。也就是说，古立言在台湾的一些作为发言，谈的似乎好像川普跟习近平见面所谈到对台湾议题，好像是2个世界不同调。那有一点就是说在质疑。那古立言当然在台湾做他作为一个 AIT 处长，他认为该做的事情。我认识他，他人很好。但是个性是比较官僚外交官的这个个性，可是他这几年表现得非常的积极，尤其这1-2年。因此，你看从他在对台海议题、对就是国防预算、特别预算、对于无人机等等之类，都有很积极的发言，而且很积极的拜会蓝绿白各方面。所以某种程度，他的积极的角色相较于过去 AIT 的处长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北京那边就质疑了，你到底是总统说了算，还是古立言说了算？那看到王毅跟卢比欧打的这个电话，我觉得其实北京看到这个问题，那因此9月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行性？习近平访问北京，目前看起来可能还是在磋商，还不确定。可是呢，的的确确还是以台湾问题作为他们这个中美之间元首高峰会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是。那当然，因为这个9月的时间点，我也认为这个还要再讨论。但是每次川普就是大嘴巴，先把它说出来了。郝院教授怎么看呢？我聊一聊比利时哈，这个是因为比利时是我的第2故乡嘛，对不对？我都非常熟悉我觉得话呢，我觉得川普，我现在很怀疑美国的这个票选制的选出这么一个傻子来，你知道吗？刚刚真的非常非常愚蠢的，非常愚蠢，破坏了士气，破坏了运动精神啊！其实大家知道，像那个英国队员那个鲁尼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这个人踢球的时候，为了英国队的时候，一边他就输了之后，他都会掉眼泪这个足球赛当中，昨天的 C 罗都会掉眼泪那个这个非常感动这个运动精神呢，所有最重要的运动赛事当中，我必须强调3点了。首先，第一点的话呢，这个美国不是很重视这个他们所谓的 soccer 其实叫 football 美国没有非常重视，美国玩的 football 是另外一种，就是 Super Bowl 那种，那个是极其暴力，这个没有任何学问，完全是商业化的，我讨厌死了。我跟你讲我讲这话是我个人的，代表我个人的讲，因为我觉得那个川普本身他们特别喜欢这个特别喜欢暴力那个美国他8岁生日之后搞了那个什么他们的文化啦，对。
不是文化，那喜欢暴力就是不对的。我告诉你，就是就是这个就非常非常严重的现象。这是第一点呢，就是川普本身傻到做这种事。那第二个，他打电话给这个伊凡蒂诺意大利人啊，这个人眼里啊就是非法的这个主席啊，脑袋全是钱的，什么都是钱。然后对川普的话客气的不得了，怕的要命。这个欧足协啊，他们都非常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啊那个裁判啊，那个巴洛贡啊，他那个脚踩到那个波黑啊，就波斯尼亚海兹戈维纳的那个球员呢，他过去这踩到人家脚的话呢，那个足球的力量脚有多大，那踩脚都断掉了，你一辈子都是完蛋了。所以给了个红牌，给了个红牌以后呢，大家都知道。结果川普讲什么？讲说哦，你知道吗？这个裁判他原来记录我都不愿意讲啊，这个记录大家去看一下，非常不好。他讲这种事情啊，人家去选成为当裁判，你知道吗？这个足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裁判了。足球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裁判，因为足球非常特别，在上下场各踢4-5分钟，没有暂停的，就是完全靠裁判来决定。大的裁判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终止的时间都是裁判来吹的。对不对？因为你通常来讲，我在比利时的时候，他们大大小小人人爱足球啊，那疯了一样。我跟你讲，真的非常精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川普说讲的这种情况，他自己不懂。然后人家这个足球的精神是代表国家的精神。那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的话呢，他这个里头完全没有料想到，大家既然这么重视，那他当然重视美国。我可以了解到，那川普是希望美国处赢，但是美国处输啊，你就是以你为代表啊。我认识多少长得跟我一样的美国人呢，他们现在跟我解释的时候，我在电视上呼吁，你怎么解释你们选出来这样子一个人呢？对不对？你破坏全世界最受大家瞩目的运动，那你现在破坏这个精神，这个极其严重。好，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被大家广泛的讨论嘛，哈，也引起欧洲人很多的不满。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哈梅内伊的丧礼哈，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虽然说在2月28号对这个哈梅内伊实施斩首的行动，战术上面虽然说获得成功哈，可是整个到现在看出来，他输了整个国家的战略哈。原来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哈梅内伊的这场斩首行动，他目的哈是想要这个消灭掉伊朗里面革命卫队的势力，然后扶持这个亲美的势力。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个2月28号之前事实上伊朗发生的国内因为通货膨胀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暴动。那时候这个美国川普他们认为说是如果说是扶持这一批的这种亲美的力量反革命卫队的势力来讲的话，有机会推翻掉当时的神教政权，所以对他们来实施斩首对这些哈梅内伊这领导阶层来实施斩首行动。但是没想到这次斩首行动之后，反而我们现在看到从这次丧礼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反而让这些所以这个伊朗内部里面亲美的势力、温和派的势力的声音完全没有了，现在全部都是革命卫队的强硬派革命卫队的声音，就是跟美国对抗到底。你看现在来讲，不管是在丧礼过程之中这个做出这种很激烈的将这个川普的这种人像吊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说喊着这个大声的呐喊什么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类似这种言语，代表说伊朗现在内部里面不可能再有人，就算是你愿意亲美，这时候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这种声音可以出现。反而现在很强烈的革命卫队对抗到底的声音已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跟以色列在当初发动这场斩首行动，你可以说它很成功，对不对？一击中地同时斩首了这个伊朗高层40几个，全部都一次斩首掉。可是后果呢？后果现在反而造成你没办法推翻掉伊朗政权，没办法扶持一个亲离美国或者以色列政权，反而让伊朗更走向这个鹰派的力量更出来。同时后续来讲的话，你美国现在整个战争发生到现在，你现在连原来这个荷姆兹海峡可以开放的，你现在这都已经被这个伊朗拿捏死了。那伊朗要封锁就封锁，要阻止就阻止。那你美国川普你现在又能够拿他奈何？